我叫你话便话，你连我的话也不听吗？回殿下，臣女不会作画，臣女只是在想，殿下方才所说，公主殿下天姿国色，乃是整个大前最耀眼的明珠，选您何能及万一？您本不该艳羡臣女的。原以为燕林喜欢的会有所不同，没想到竟也如此虚伪。不行，这样下去，只怕又会让沈芷怡记恨我了。殿下，冒犯了。这一招还真是屡试不爽，好在今日未着男装，应该不会重蹈覆辙了。有些伤痕，若殿下在人前过于在意，则人人皆知这是殿下的柔软处，皆可手执刀枪以伤殿下。可若殿下视之人前，不在乎或装作不在乎，人则不知殿下之所短，莫能伤之。殿下的疤痕是20年前平南王之乱中留下的，然叛军早已被剿，其余孽也是制服鼠窜。我朝天威尽显，您的疤痕本是王朝荣耀，何必以之为耻？这熟悉的眼神，莫非……母亲方才话说重了，你莫放在心上。父亲托我同你说，入宫之后无需争什么一二，多看少说，平安就好。若我是你，名字都呈上去了，却一朝落选，反而是自己那不学无术的妹妹被选上，定是会好好想一番，自己是不是被陷害耍弄了一番。你倒虚伪，还来给我送礼，难道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你也想要入宫吗？是，我想入宫。天下哪个女子不曾爱过繁华呢？这对我而言，并非什么可耻之事。只是如今事不成，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万事皆有其缘法，如今是我没这本事，也没这缘分罢了。记得4年前我上京时，你还不像这样，至少不像现在这样。云山雾罩，呸！婉娘固然是我生母，可这一切都是因她而起，是她让江家，让母亲，让你我都成了笑话，活着受煎熬的不止你一个人。不过问婉娘之事，
我负晚娘生恩，过问晚娘之事，我负母亲养恩。既如何都不能两全，为什么我不能像从小母亲教我的那样，明哲保身呢？好一个明哲保身，张雪慧。可这世上，并非人人都跟你一样，事事权衡利弊，凉薄的近乎冷血。所以你恨我是应该的，我也从没想过要报复你。姚姐姐，我就随口提到了一句行不，你怎么就哭了？好了，这是在宫里，若是给人听见了传扬出去，可就不好了。姚姐姐，咱们都是好姐妹，你若有什么难处便说出来，咱们也好一起想想办法呀。我是听宝英妹妹说到刑部，便不由得想起了那张遮，所以才哭的。她一个7品的刑科几事中，怎么配得上我？就是那个得罪了新武卫的张遮，姐姐竟然同他在一起。此人并非正经科举出身，乃是白申利考上来才进了朝廷当了官的。家中只有一个粗鄙寡母，原本是父亲看中他，说他官品虽不高，但胜在有贤能，前程无量，所以我才同意父亲去张家议亲。可现在呢，他开罪了新武卫，连圣上都触怒了。我想退亲，但父亲却不同意。薛姐姐，我可怎么办呀？可亲事已在役了，更帖也换过了，所以我才难过呀。若要退亲，难免让人家说我姚府势利。如今不敢不尬，是嫁也不好，不嫁也不好。况且那张遮先前已经议过2门亲了，一个跟人私定终身退婚了，一个还没过门，人就死了。现在好不容易攀附上我姚府门楣，必不肯主动退亲的。我父亲乃是当朝1品大员，我堂堂世家嫡女，怎能嫁给这种人？我看啊，姚姐姐的心思未免也太死了些。天底下大路那么多条，办法那么多种，何必一定要那姓张的退亲？贵府先退又有何妨？只要找对理由，谁也不能说什么呀。你有法子？若真如姚姐姐刚才所言，这张遮议亲过2回都没成，可见是个命里无期的，且第2门亲事还没成，人就死了，这叫什么？这不就是命硬克妻吗？可是他那未婚妻从小体弱多病，乃是风寒病逝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只需将张遮克妻是天煞孤星之命，谁嫁给他谁不得好死的消息放出去，我看哪个敢说你姚府退婚不好。即便令尊大人惜才，可若这种话听多了，又怎能不疼惜自己的女儿？还有，他如今与朝野之上本就寸步难行，若得罪了姚家，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？若他真是个不识好歹之人，就凭姚姐姐你的本事，还怕治不住他了？看什么一惊一乍的，吓死个人！尤二姑娘，还请移步，我有话同你说。二叔，跟你商量件事儿。便让江二姑娘坐我的位子吧，如此，殿下也好与江二姑娘多些相处。薛姐姐坐我这里吧，与公主挨得近也好说话。你是想趁机躲到后面吃点心吧？若被侯爷知道，还不罚你？尤月，不如你给宝英妹妹让个位子。我？来，坐。行了，以后就这么做吧。既然
见过先生。不必多礼，坐下吧。今日是第一课，料想殿下与诸位伴读对先生们还不熟悉，也不曾提前文书，所以谢某与先生们商议，今日先不上课，主要让大家了解一下这后半年要学些什么内容。果然还是那个谢薇。先生，学生有一事不明。请讲。家父曾言，天下自古乾坤分明，阴阳有序，男子立于外，女子主于内，泾渭分明，不应有改。政论乃是男子才该学的。请恕学生冒昧，先生学贯天下，却编纂出如此课本，来教我等女儿家，是否与理不合？谢某也有一事不明。太后出身薛家，当年平南王之乱时，太后坐镇宫中，临危不乱，指挥大局，方有今日之志。那敢问薛姑娘，太后所凭借的是女戒、女德，还是这书中的东西？可是家父还说过，薛大姑娘，谢某知道，翰林院众夫子与薛家关系匪浅，但你记住，此处不是定国公府。薛姑娘若不愿学，可以走。黄仁礼，你入宫40年，当知宫中不养废物，内务府查不出，就整个皇宫查。哀家倒是不信了，那柄玉如意，难不成是凭空生出来的？滚出去查！是。母后，母后，其实儿臣觉得吧，要不然就算了。皇兄不也说了吗？不能动摇人心。不过就是一柄玉如意，把它毁了便是。我们又何必把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呢？一帮宵小胆大妄为，若不严加惩治，日后还不定生出什么乱子来。只凭意气行事，你将来怎么治理天下？儿臣本就无心天下，母后又何苦强人所难呢？你皇兄身体有恙，正时又生不出皇子来，你不继承大统，怎么要把皇位让给平南逆贼吗？你不如现在就把哀家和你妹妹的命拿去。母后永远都是这样，儿臣甚至有时分辨不清，您到底先是太后，还是我们兄妹的母亲？你二哥，别说了。逆子！母后莫生气，儿臣今天不去上课了，就在这儿陪着您。风声这么紧，先生还要去宫里上课吗？昨日您已暂且化解了圣上的怀疑，不用如此担心吧？化解只是暂时的，只有表面上一如既往不动声色，才不会露出马脚。而且，昨日内务府查了一夜，只怕我们的人已经出事了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得给他们传个消息才是。先生一人入宫，一定要小心。放心。我让刀琴去追查宫一城的下落，让吕显盯着薛家跟燕家。你这边有任何消息，务必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是。刚得到的消息，今天一早。燕后爷临时出城，去往通州了。出城？为何？也许检阅军营。不过燕林昨日和林自王去郊外狩猎，到了今晨才回来。我知道了。玉如意和宫一城的事儿，你们也都知道了。这些天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。等一下，你昨日坚持去宫中授课，那是为了传递消息。如今消息已经传达了，还这么巴巴的去，该不会是为了江二姑娘吧？要我说呀，这江二姑娘也太邪门了，什么都知道，哎，还敢跟先生说那样的话，必得找机会把她除掉才行。哎呀，不行，为何？她如今可掌握着咱们的把柄，
稍有不慎就万劫不复了。他身上谜团虽多，但心思不坏，假以时日，未必不能和你我敞开心扉。可先生说过呀，斩草要除根呐。我说的话你听不懂是不是？我说了，他不是敌人，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再说了，横竖有我看着，能犯什么大错？可先生还说我做事要……好了，你先出门吧啊，外面的事交给我们就行了，放心啊。你干什么呀？哎，傻小子，哥哥我是在救你。只怕又是被玉如意案牵扯的。昨夜我临睡前，听到黄公公他们在外面拷打工人的惨叫声，吓得我一宿都没睡好。这可真得好好烧烧香，拜拜才是。玉如意案若真是冲着燕家来的，得想法子阻止才是。可如今宫里的风声这样紧，谢微也不帮我了，该如何是好？你还真打算去这凤尘殿讲学呀？这谢少师点了你我二人去讲课，哎，他却偏偏编了这么一本教材，颇是些经史治世之学。是以一时竟不知从何讲起了。这谢少师少年得志，总有些不同寻常的想法。可是咱们翰林院这么多年，那也是有旧例的。更何况这薛大姑娘也在伴读之中。